俄乌战局持续焦灼，目前战事仍在乌克兰各大城市进行。俄方称取得了军事行动的绝对胜利，但拒绝对战事具体细节发表评论。而据多家西方媒体报道，乌克兰方面的顽强抵抗正在拖延俄军的步伐。另据俄国防部周一消息，俄防长绍伊古称，根据总统普京的命令，俄战略导弹部队、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等威慑力量均已进入战备状态，俄将继续展开特别军事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3月1号，俄防长绍伊古表示，俄军将继续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俄国防部周一晚间称，自行动开始以来，已致1146个乌军事基础设施瘫痪，包括31个指挥所、81个 S-300、山毛榉 M1 和黄蜂防空导弹系统，以及75个雷达站。俄空天军攻击了乌军6个装甲车队，击毁311台坦克和装甲车、42架飞机和直升机，以及147门火炮和迫击炮。卢甘斯克部队在1天之内向西北方向前进了3公里。某商业卫星公司周日晚获取的一张卫星图像显示，文尼察空军基地的跑道遭受了火力打击，全长2500米的跑道有效长度变为1600米左右。经卫星图像对比，跑道遭受打击时间应为上周四17时之前。从卫星图片来看，宽度数十米的跑道被直接命中，说明打击精度很高，攻击方应该是使用了精确制导武器。此外，该跑道上已经形成一段100米左右的破损，修复工作量不小，而现有1600米的跑道实际上仍不足以保证战机正常起飞。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少将周一表示，俄军已完全掌握乌克兰全境的制空权，但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进行回应。这几天的一些这种战况的视频来看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零星的这种空战的场面。也就是说，这乌克兰空军还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出动能力。但是呢，随着这个俄罗斯方面把这个一些战场防空的这种防空导弹啊这些东西已经前置部署到了乌克兰的这种机场附近，所以说它的这个飞机可能一起飞就会被照射、被打击。所以说这个都会对乌克兰空军的这个出动能力造成很大的限制。分析指出，尽管俄罗斯对乌克兰具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但其遭遇的顽强抵抗仍超出俄方的意料。有迹象表明，俄军仍未能取得完全的空中优势。英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方军事进攻目前已经停滞不前。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尽管俄罗斯在火力上有着巨大优势，但乌克兰的抵抗仍然非常有效。周一，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向总统普京报告，根据其命令，俄战略导弹部队、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以及战略航空兵指挥部的值班人员均已加强并进入战备状态。而美国总统拜登在被问及美国人是否应该担心核战争时，直接回了一句 “No”。Mr. President, should Americans be worried about nuclear war? No. 俄方采取的这种升级核武器战备等级的这种方式呢，确实对美方起到了这个威慑效果，让美方不敢再去采取对等的这个行动，所以说必须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尽管美西方国家和北约均不打算直接武力干预俄乌冲突，但多方正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各种支援，其中最直接的就是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周一称，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已经陆续抵达，援助包括地面和空中防御能力。另据美国防务新闻周一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授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3.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是美国向乌克兰1年时间提供的第3次军事援助。另外，英国也将在未来几天中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支持。另据美联社统计，从上周开始，欧洲多国陆续批准对乌军援。德国宣布将尽快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武器和毒刺肩扛式防空导弹。爱沙尼亚、捷克将分别向乌克兰运送榴弹炮、枪械与子弹。波兰方面则向乌提供了大量弹药。此外，应乌克兰要求，部分欧盟国家还将向乌方提供战斗机，以帮助其对抗俄罗斯的空中和地面进攻。但美国军事观察家杂志周一指出，由于标准不一，乌克兰飞行员很难在短期内适应北约
大量装备的西方制式战斗机，因此所谓乌军能操作的战斗机，其实就是指苏联时代的战斗机。但在欧洲国家里，这些不符合北约标准的老式战斗机大部分已经退役。此外，如何将这些战斗机运送到乌克兰也是问题，他们很可能进入乌克兰领空后就被俄军击落，驾驶他们的外国飞行员也将冒着极大的风险。周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命令，向赴乌克兰的外国雇佣兵实行仅在战时状态下有效的免签证制度。此前，泽连斯基宣布成立外籍军团，由希望参与抵抗俄军的外籍人士组成。这个现在实际上，美国、北约都希望把乌克兰变成一个修罗场，变成一个长期化的一个泥潭，像叙利亚战场一样，把这个俄罗斯紧紧地拖在泥潭里。而且呢，就不排除，其实在过去几天里呢，乌方在这个战场上的一些这个军事行动，实际上得到了北约方面的情报支持。